行了行了，好，太开心了啊！这个今天是好日子啊，38妇女节啊，来吧，咱们甜甜蜜蜜吧，好不好啊？来，自己拿，哎呦呦嚯，这有手快的，好，来往外抻啊，还有半根的，你看看啊，哎呦，拿都是你们的，我不吃了，我谢谢您各位，好，太棒了，太好了，对，这他们剩的这。兄弟，这还有花呢啊！给后头的喽，走了，尝尝看甜不甜？来，哎，尝尝好吃不好吃啊？酸的，好，你生小子，来吧，咱们干点正事吧。哎，这个你吃的我看着啊。好久没看见这么多戴口罩的人了啊！闲话少说，咱们得干正事儿了啊！别拦着我，斗大黄金印，天高够不着，学会说评书，不干庄稼活儿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有人一起哄啊，我感慨非常，只能说呀，你们盼这一天太久了。再来一个吗？这玩意儿没有再来一个让人笑话。但是这玩意儿，新年新气象也不是不行，是吧？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。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。说天耶！是不是发自肺腑的那么开心呐？是。我救不了你们了，给糖葫芦都堵不上你们的嘴。下回得来一碗面茶。开书之前先呼在脸上啊！行了，终于又开书了。这个我这个人呐，我老说自个儿是个废物，为什么呢？就会3样：说书、唱戏、说相声，别的手艺又不灵，也难得您各位这么支持、这么捧，我还得努力啊！这个。我其实从小是先学的说书，我7岁开始学说书，9岁说相声，80年代末开始唱戏，唱了5年戏，打那之后啊，又转回头来又说相声，这一晃这么些年，干别的也实在是不成功，也是您各位支持我、鼓励我走到了今天。这个说书呢，其实是分2种，就是在中国啊，咱们这个说书，咱也不知越南说书怎么论啊。说书都说书，哎呀，这个说书的艺术家，那个评书演员，其实所谓的说书是分2种，一种是评书门的，一种是古书门的。评书门的呢，你比如说袁阔成先生，你比如说《聊斋》的刘立福先生，哎，这个是评书门的说书。还有的呢叫古书门的，啊，就是您看是说书的先生，他的名字里边带个田字的，带个连字的，带个什么的，他是唱大鼓带说书，他那个书是一边说一边唱，说一会儿唱一会儿，唱一会儿说一会儿，西河大鼓书、烙亭大鼓书、东北大鼓书，他是这么来的。当然到后期呢，好多古书的演员呢就不唱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有时候带个弦儿麻烦，你挣钱还得俩人分。这个不重要啊，不重要啊，就是反正一个人说呢，他踏实啊。所以说，好多古书艺人到最后呢，就把这个鼓都放下了，专门的说书。
所以说，判断一个说书先生是评书门的，是古书门的，你就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了。那么，你像我其实就属于是古书这一支的，啊，我的评书的老恩师啊，金文生先生，他呢就是连字的。您看是说书的人，哎，名字带个连字的，他们都是一辈儿的。连字往下，我们是增字的。增加的增，所以您看啊，这个说书的啊，搞曲艺的，甭管老头老太太多大岁数，他95，他名字带一个增字的，我们就是一辈儿的，是这么来着。当然有人话说回来，说这个，你看有老太太人90多了，名字带增字，你见面叫大姐吗？你看，哎，我给你们先普及一下这个问题啊，按说这行是有规矩的。啊，你先进门的那个6岁，他先进门，后进门那个35，哎，6岁这就是哥哥，因为江湖嘛，该怎么说怎么说。但是，这前提是这师傅给你引进了，啊，你看这个甭管岁数差多少啊，你也必须管他叫什么叫什么。如果有你师傅这句话，必须照这个办。他说因为这个翻脸了，那他是外行，他不是干这个的，啊。当然了，这个玩意儿它是活的。你看有的呢，你私下里咱交情那么好，平时街坊邻居住的也不远。虽然说在江湖辈儿上来说，咱们是一个字儿的，真见面你好意思吗？所以该怎么叫还是怎么叫，啊，它是灵活的。您比如说这个，我们这个相声前辈田立和先生，田先生呢辈儿挺大，啊，按相声来说，我得管人家叫师爷。田先生按说比李伯祥先生、魏文亮先生都大一辈儿，但是人家关系好，所以人家拜把兄弟，他们是哥们儿。你看这玩意儿，在人家之间没有差一辈儿一说，这就是活学活用啊！你包括德云社有一个谢金，谢金你们有什么可乐的？少谢是吧？啊。你少谢人家里辈儿可大了，啊，他的曾祖父叫谢瑞之，他祖父叫谢书阳，他父亲是谢天顺。我管他父亲按相声门来说，我得管人叫师爷。但是谢天顺先生呢，跟我岳父又另哥们儿，我媳妇打小管他叫大爷。你说这玩意儿怎么拎？对不对呀？你后来人家老谢先生、谢天顺先生带着谢金到德云社来了，啊，我印象很深。头一次来，谢先生就说了：“这是我儿谢金，我让他拜你，来，跪着拜。”我那胡来了，那是对吗？我说您可不能这样，这咱没法拎了。老谢先生说：“那得了，咱们退一步吧，啊，你俩人算把兄弟，打今儿起你是他哥哥，所以这么拎的，少谢管我叫哥哥。”但是这个是家里辈儿啊，他终归在相声界他有个名分呢。可他这个身份胎里带，打家里出来就是这个辈儿。你说让他拜上小局去，这不像话，是吧？你看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能因为和啊岳云鹏红，让他拜上小局，这不像话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必须是个文字的，按我们这行来说。那会儿后台有一李文山李先生，啊，我跟李文山先生商量这事儿。李先生是王世臣先生的徒弟，王世臣先生相声巨人，能力最大，那去世了啊。让李先生做主代拉师弟，让谢金算王世臣先生徒弟，就解决了他这个文字辈的说法。这东西它是既有规矩，还有使用方法。当然台下这个少谢人永远就是啊，哥哥怎么着，哥哥怎么着啊。但真写在相声家谱上，规规矩矩的，人家是我师叔，那是两回事啊。其实啊，干我们这行，内行人没有人爱琢磨这个，真的，它不重要。还有一个，你后台都是干这个，你掰扯这个，会有人啐你，真的。你不是你要自媒体，你可以是吧？你现在研究这个哈，发一个写个那可以，人干这行的没有人研究这个呀。你比如说啊，这个末代皇帝溥仪，他有一个妹妹，格格，啊，人家是改姓金了，就是
清朝倒了之后，爱新觉罗不都改姓金了吗？人家这奶奶，人家叫金蕊禅，啊，人金老太太嫁给京韵大鼓艺术家白凤鸣先生。人白凤鸣那个演出海报也没写着皇上是我大舅子。你有这么拎的吗？咱得讲理，对不对啊？天津梅花大鼓艺术家花小宝，啊，后来嫁给这个爱新觉罗普佐先生。天津这帮唱大鼓的老太太也没说呀，啊，皇上是我大哥，没有意义。好多年前，北京有一小哥们儿，古曲的票友，20出头，就爱这个，也拜师。拜师之后问他师傅：“你可现在我也有门户了哈，这个跟他们都怎么拎呢？”他师傅说了2句话，第一句话就是我跟马三立先生啊，我管他叫三哥。第二句话，我管苏文茂先生，我管他叫大哥。这个苏文茂跟马三立啊，就差着好几辈了。人家老头的意思就是不用去拎，我管马三爷叫三哥，管苏文茂叫大哥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徒弟就把头一句话记住了。他20出头啊，我师傅管马三立叫三哥，那就说我跟侯宝林是一辈儿的。真事儿啊！有一年我们在北京广德楼演出，他抱着孩子上后台串门来了。他跟我他是不敢呐，啊，我那会儿也年轻，他一直跟我很客气啊，抱着孩子过来，抱着孩子看见我了，快叫大爷！孩子喊大爷啊，好，一回头他看见我媳妇儿了啊，抱着孩子叫姐姐啊。姐姐，我媳妇儿也对得起他啊。我媳妇儿那脾气你们也知道了哈，一回头告诉他玩去。打那天到现在还没见着他了，也不知上哪儿玩去了啊。说这话什么呢？就是没有意义。说相声就好好说相声，做艺就好好做艺啊！你整那些没用的，让人笑话呀！啊，我说着你们吃的啊，别闲着。一会儿弄一手糖也是事儿啊！你们那表没有了，表呢？没有表我没法说，我数学也不好，是不是很开心你们？尝尝甜不甜？尝一口。为什么？哎，好话。你是不是管马三爷叫三哥？哎，就这个事儿能说好些个，就是后台这事儿。来，再点了吗？来，鼓掌鼓掌。这就是我们这行的有趣的事情啊！我看你们大家对串闲话比听正文还开心。不能老串闲话，咱们得干点正事儿了啊！今天开始给大伙儿说一个大部头的书啊，就是《三国》啊。我就喜欢你们这个状态，什么都没听见了就跟着起哄。三国现在也没什么人爱说，其实在过去也没什么人爱说。为什么呢？你说想当年，你说30年代、40年代评书最兴盛的时候，其实呢说三国的人就很少。究其原因，也是因为不挣钱。啊，有说的好的吗？有说的好的老先生也不爱说三国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个三侠剑，说个七侠五义，又轻松挣的又多，他得活着呀。他不能因为我要谝学问卖能耐，你看我这三国说的啊，虽说没人听，但是我很尊重自己。艺人往根儿上说是个卖艺的人，你坐在这儿又掉书袋、引经据典，汤，你是过瘾了，家里还8口人等饭呢。咱得讲实话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过去来说，老先生有说，但说的确实不多啊。到今天更难说了。怎么呢？
前些年可能您还得上书店去买一套三国看看，现在上网一搜，也不用花钱，你就看见三国的原文了。啊，你这玩意儿你也不能瞎说，你搁这瞎编啊！刘备一出场，对过来孙悟空。你要说清朝末年也就这么说了，现在的观众他不好骗。你看，啊，那是咱们有交情啊，不是真的。你比如说清朝末年啊，民国那会儿，老先生啊，两军阵前拔出宝剑来，腾扎在人肚子里边，咵再拔出来，又扎一个，又拔出来，连扎3个，这口宝剑不能用了。你就这玩意儿，连扎3个人，这口宝剑不能用了。这底下观众就这么听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先生还给你讲，人的体温37度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对的。那个年头清末民初，你要给他讲这个，老百姓不得听傻了吗？体温37度，对。扎一个37度，扎俩37度，越扎越热，宝剑化了。现在要这么说，你们得报警去呀，这是诈骗的。但是咱换一个角度，你要说20年代，对吧？30年代初，你上哪儿说这个，他一定会有人信的，对不对？怎么说都对啊。而且现在各位啊，两军阵前啊，刀来枪往，骑着马，呱呱呱呱呱，他打动不了人。花1亿5千万拍一战争电影，你都不爱看，你怎么能看一个人坐那瞪眼说瞎话呢？评书这个行业不会特别的好，但是他也死不了。他到现在卖的是艺人个人的魅力。啊，这个是最难的。这个所谓的三国，其实大家也都知道，蜀国、魏国、吴国。魏国呢，这离咱们还挺近的哈，以河北这儿为中心，啊，这边到长城，那边过了黄河，一直到陕西潼关，这都是魏国的领地。蜀国嘛，四川呐，啊，云南。啊，包括陕西的部分地区，也算是他的，啊，吴就是东吴地区嘛，江苏啊、江西啊、福建呐、安徽，哎，这基本上嘛是这么，三国鼎立的这么一个位置啊。大概一说，其实我不说，您各位都知道，那但是我还不能瞎说，我真怕你们拿手机搜去。所有的故事它是有一个起因的。为什么好好的东汉就突然间变成了三国鼎立？它还是由于东汉政权的腐败和没落。最重要一点就是朝中十常侍作乱。十常侍，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？太棒！你说你们这样的不听书干嘛去？十常侍简单来说就是10个太监，啊，听到心缝里边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10个，它是12个。可是呢，《三国演义》本身它就是演义，它跟《三国志》还是有区别。啊，他拿这10个人呢说事儿，常侍呢本身也是简称，这个太监那官儿叫常侍，但是全称叫中常侍，中间的中，哎，经常的常，侍奉的侍，啊，10个做中常侍的太监，这么一说明白了吧？要不说这玩意儿累呢。我要说个《聊斋》，咔嚓一打雷出一大狐狸，可省心了。啊，这个中常侍这个官儿啊，其实在西汉的时候就有。汉朝分2块，先是西汉，后是东汉。这个各位您可记住了。有人一说反了啊，东汉西汉，这个错误不能犯。他最早的时候，中常侍他还不是一个有实权的官儿。它是有奖励性质的这么一个称呼。你比如说，相声管理局副局长，
比如说啊，工作很好，带着演员下去什么慰问去啊，帮着农民伯伯除草啊什么的，表现非常好。哎，这个副局长做得好，奖励他一朵小红花。这个小红花就是中常侍。但是到了东汉之后，这个小红花它成为一个岗位了，它不单纯是奖励你一个虚的、一个空的荣誉上的东西，不是了，它有实权了。这么一说，听懂了啊？哎，西汉的时候还不是，到东汉的时候正经是个官了，而且最开始是4个名额，到后来越产生越多，哎，8个、10个、12个。这个其实有很多大人物都曾经做过中常侍，啊，有俩人一说您就知道，一个就是蔡伦。哎，蔡伦这个有一个著名的歌曲叫《13香》啊，就夸过蔡伦。蔡伦是宦官，啊，蔡伦是宦官。当然了，这个造纸是他给人类的留的一个大的功绩。但是本人来说，他是个大奸臣。蔡伦，您记住了，干了很多坏事啊，不是个好人。这今天这书也不涉及他，咱们就不提了啊。还有一个人呢，也是汉朝的啊，这人叫曹腾，腾空的腾，他是中常侍，他伺候了4个皇帝，这个不容易啊，伴君如伴虎啊，4个皇上都看他顺眼。这得多大的艺术水平？这个难了啊！一人难趁百人心，守着皇上那哪有准谱啊？伺候4个皇上，而且这个人呢很清廉，就这么高的身份，从来没干过为非作歹的事，朝野上下都说这是好人啊。他还有一媳妇儿。有人说这宦官怎么有媳妇儿呢？哎。他在宫里边啊，有一个宫女儿姓吴，吴氏，他们俩人呢，这叫对食。爱看明清电视剧都知道哈，宦官无妻，宫女无夫，深宫内院这个太寂寞了。其实各位，您说真哪位？您比如您各位啊，谁选上进宫跟皇上过日子去？这个皇上一看，哎，挺好啊，这个戴着口罩拿一糖葫芦，这可以啊。如果真选上还行，就怕那个选上之后到皇宫，皇上把您忘了，你天天举糖葫芦坐那儿哭去吧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日子就没法过了呀，啊！所以怎么办呢？天长日久，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就难免互相之间寻找一种安慰。哎，这太监跟这宫女俩人得了，挺好了，咱们在一块儿吧。哎，这宫女给太监洗洗衣裳，啊。这个跟他一块儿，俩人坐着吃个饭，这叫对食。你包括到明朝，很多时候，有的时候皇上还主动的跟他们说：“哎，这不错啊，你得着吧啊。”这都真事儿，这都真事儿啊。所以说，曹腾他有一个对食的媳妇儿，啊，姓吴，吴氏。到后来，曹腾去世了。他死之前，他这个身份很高，他不光是中常侍。啊，朝廷给他很多的封赠啊、爵位，这个爵位需要有人来继承。宦官也没孩子，但是他有个养子，就是家里边哥们兄弟谁家得这给我吧，算我儿子了，啊，就这么一个叫曹嵩，嵩山少林寺的那个嵩，哎，这曹嵩把他爸爸这份荣誉，什么叫小红花，全拿过来了，但是没有他父亲这么廉洁。啊，有身份有势力，况且他不是阉人呢，所以他的想法就多，家里很有钱。后来这个曹嵩有5个儿子，大儿子呢小名叫吉利，大名叫曹操。大伙儿这就理解了，哎，提前铺垫一下，让您知道曹操的来历，这是他们家的身世。这个太监呐。历朝历代为什么很多时候，严禁宦官干政呢？就在这儿。你别看他不是什么大官，但是你哪怕是大将军，你是定国王，你是什么一品大员、宰相，你有的时候你弄不过他，
他天天跟皇上在一块儿啊。有时候千万不要小瞧，你比如说，咱举简单例子，西太后过生日，啊，那个外省官员进贡，送什么呢？3尺长的珊瑚1对儿。那个年头啊，珊瑚3尺长1对儿，这不是现在你更不好弄了，保护动物了啊。那个年头来这么1对儿也不容易啊。哎呀，送到宫里去，马上要进往里边送，咔嚓掉地下了，摔碎了一个。这官就傻了呀，之前都写上了啊，亲爱的西太后，啊，亲爱的老佛爷啊，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晚恩给您送了这个1对珊瑚，1对珊瑚到这改1个来得及吗？也没有送单的呀，是不是？这就吓傻了啊！旁边这大太监总管一乐，不叫事儿。别看这碎了不要紧的，哎呀，您有什么办法啊？扫了扔了就得了呗。扔了不行啊，得给西佛爷看呢。好，1两白银，我帮你处理这事儿。好，我愿意出1两。好，坐着，给沏水啊，拿块点心啊，让他先坐会儿。哎，喝一杯茶，喝不下去。喝完之后，您看这事儿，走，咱们看看去吧。领着他出去，到那一瞧，好家伙，摆上了1对儿，这钱花了就值啊！那怎么回事呢？库里边这样的珊瑚有的是，打仓库里拿俩来摆那不就是了吗？给西太后一看，这他送来的，西太后还能守着吗？啊，行，挺好，拿走吧，就拿走了。这是花钱买道，对吧？你光绪皇帝结婚，大殿里边9盘苹果，这9盘苹果每个里边是9个，都得要整个的大个的通红的，一点色不能有。越往上那越大，顶头那9个那尖儿得这么大个大红苹果，都摆好了。这儿请皇上，负责这官姓蒋，蒋在这儿等着了。再一回头，这9盘苹果上面那9个尖儿没了，你大苹果那最大的那个，这9个没了。这会儿皇上要进来，您这算怎么说呀？对不对呀？旁边太监就这么看着你，蒋大人乐了，一伸手打怀里往外掏。大苹果9个，啪全摆上了。这还不是刚才丢那个，是他自己准备的。回头就告诉这太监，老兄您草率了，就知道你得这样，我早有准备，是吧？就是那会儿人防太监防成这样，何况东汉末年。他是10个大太监串通一切，那东汉江山他是怎能不亡？这个看见你们各位，我打心里那么痛快，就跟你们一块儿说书啊，唱戏啊，说个相声啊，我就很知足啊。1人1碗饭啊，我这还有3碗饭，行，挺好。兴趣跟工作又是一回事儿，这就是祖师爷的恩典，啊，我很知足，很开心。现在这个孩子也长大了啊，俩儿子还挺省心啊，大的你们也知道哈，郭赘婿。你们都看了没有哈？那行，那咱们还可以继续来往。我就担心这个播出平台会不会把这句话剪了。不至于啊，不至于啊。这个电视剧啊、电影啊，也给观众带来快乐，跟评书没有什么区别。郭麒麟现在是真是挺忙，忙着喝酒，我们家这点酒都让他一人喝了。哎，他出去拍戏，他自个儿也说，上横店上哪儿，这帮老艺术家们啊，大爷大叔们老叫他出去喝酒去，喝的郭麒麟有一特点，喝的特别高兴，喝到12点，你要说走，他恨不得央给你。后来这一想，他也不是爱喝酒，他爱喝酒跟你聊天儿，爱这个。
郭汾阳也长大了，啊，我们那老二，郭汾阳6岁了，又高又胖。他哥哥小时候像他这么大也没那么胖，他哥哥大概上了学之后才胖起来的啊，胖就胖吧，胖完结实。你看跟郭汾阳一块儿的小孩啊，有的孩子，刮个风就感冒发烧，他这个好家伙不是瓷实，啊，也挺可乐的。这长大了是好玩。有一天坐在那儿，就是也不怎么想起什么来，呀，我要去南极呀，他要去南极。坐在那儿，我要去南极啊，带着我的兄弟们去南极。因为这个前前后后有这么4、5个小朋友跟他熟的，哎，有就是亲戚的朋友，谁家孩子跟前儿了，4、5个小子啊，这都是我的兄弟，我要带我的兄弟们去南极啊。他妈就问他，你想起什么来？你去过南极是怎么着？没有啊，我想去南极啊。你知道南极什么样？不知道啊。他妈拿手机给他搜南极图片，看看，自个儿看，哦，这就是南极呀，这我得跟我的兄弟们说，这谁要去我大嘴巴抽的。我就在那边坐着，我听完我都乐了，这前后反差太大了啊！好家伙，那净这个，还有一天也是牙要掉，啊，害怕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啊，说还得长呢，谁都得掉完长。这说天黑睡觉吧，哎，还趴在枕头上了。你怎么趴着睡觉啊？怕牙掉肚子里头。啊，挺可爱。郭汾阳最大的特点很善良，拿手机看着那个非洲小孩吃东西那样，半夜里哭醒了，啊。他妈说你怎么了？就问怎么能给那个非洲小朋友送点吃的去？心重，一沾这个就受不了。小时候也是，前几年3、4岁，家里小孩去，谁孩子坐那儿哭，他也跟着哭。后来我就说，你们这孩子以后别来了，这随份子我们哪赔得起啊？是吧？咱得讲理啊！他跟这儿磨他爸他妈要东西不给就跟这儿嚎，我们这跟着哭，招谁惹谁了？这是。郭汾阳很善良啊，挺好玩。行了，说完了儿女情长，咱们聊聊家国大事啊。接演三国，三国能接受哈？对，那最好啊，因为你要不能接受的话，也得忍着。东汉时常是祸乱宫廷，他这样就乱了。怎么呢？皇上说了不算。跟前老有这帮太监们，他给你出主意。本身这个宦官他经过手术调治之后啊，他的心理就扭曲啊，他不像普通人似的。你哪怕说，哎，家里不趁钱，怎么着，一个壮汉给人打零工干点活什么的，哎，我好好努力，我挣点钱娶媳妇儿，我如何，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你这宦官这个，他老想这个缺陷问题。尤其是他一有了钱了，一有了身份之后，这个缺陷会无限放大，他更恨。哎呀，没有手术，你看我这得多好，荣华富贵，我娶3万个媳妇儿，我怎样？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扭曲，人就怕这个。天下人倒霉都倒霉这个心态问题上，你要能平衡了，什么事都不叫事儿，啊，天下事就怕这个。所以说这10位在皇宫里边这么一闹。皇上没准主意，而且天下的官员都是这10几个太监安排的，谁好他用谁，拿江山弄得跟老太太过日子似的，那就乱套了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：官逼民反，民怎得不反？这儿开始要出一件大事了，就是黄巾起义。黄巾起义他没有。由于他推翻东汉政权，但是他是最大的导火索，啊，整个这个三国都是从这儿起来的。黄巾起义的这个男一号张角，他是弟兄3人，张角、张宝、张良，哥仨，一个逗的，一个捧的，一个逆缝的。
我这么说是为让你们听得懂，就按这群口相声这么分的啊。哪儿的人呢？按现在说，河北邢台萍乡县是那儿的人，他唯一的晋升之路就是赶考，啊，想当官。当然那会儿没有科举，啊，汉朝时候没有科举，真正说进京赶考了，您记住了啊，隋朝。可是那会儿读书人他无外乎得当官呐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没有说我念了3年书，我是为了马路边摆一摊卖糖葫芦去的，那你就不如不读书啊，早挣3年钱。这个老去朝里边也不成功，不论上哪儿去，没有晋升之路。为什么呀？朝里边阻塞了贤路。刚才说了，这10个太监，你想当官不想当官的，你说了不算，得人家说了算。所以最后心灰意冷了。张角那当不了官，干点别的吧。他会看病，哎，能给人看病。平时没事呢，自个儿还能采点草药，糊口是没问题的，啊。当然了，这有一个小的神话，就说这张角遇见神仙了，这估计都是张角后来自个儿设计的。他说他上山里边采药去了，眼前哇刮一阵风，来一老神仙，啊，叫闭目童颜。闭目不是这闭着眼那不是啊，绿眼珠子，童颜小娃娃脸儿，长得跟小孩似的，这个皮肤吹弹得破，绿眼珠子，拄着这么一棍儿啊，喊这张角啊，来来来来来。我想神仙可能会这样吧，这样显得可爱一点。叫他，给他叫到山洞里边去了，其实挺可怕的哈。你说咱们出去玩去哈，旅游区，山洞里来老头，来来来，那你就得喊救命哈，这多瘆得慌啊，是吧？进去了，进去之后，老头拿出一本书来，看见了啊？这本书你要看会了。哎，治国平天下，什么都有。哟，谢谢您，高兴了。再一回头，一股风，啊，呜，老头没了，也保不齐没站住，大山后边掉下来了。拿书回家吧，一瞧这本书太棒了啊！这个都是神仙的方法呀，学会了之后，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啊！从头一篇开始学。先学拼音是吧？啊喔呃波鹏摩佛哥，我知道那玩意儿怎么念，反正就有本书吧。回来之后，他经过刻苦的学习，很努力，于是他就有半仙之体。我个人对他这个学艺的过程表示怀疑，但《三国演义》原文上人家是这么写的。就说得了仙人给的书，回来之后经过他的努力成功了，给自个儿贺号叫太平道人。这回行了，十里八乡都知道了。他呢，该给人看病还是看病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的心态也不一样，跟这个俩弟弟商量，啊，二弟张宝。3弟张良，你看这事儿能不能成功？哥俩很支持他。现如今天子荒淫无道，失常侍专权，民不聊生，哀鸿遍野。倒不如咱们就反了吧。反了之后，大哥您就是皇上，我是娘娘，他是太后。张角说：“咱们再商量商量吧。”人哥仨是怎么商量，咱就不管了。反正是打这儿起就决定了。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他把这个太平道就发挥起来了啊！太平道，各位，他这个东西你要说太平年，他好不了，顶多人家跟人唱一下句就完了。太平道，他这个东西，所以说在中国历史上，黄巾起义其实历来是有不同的解读、不同的方法，这个是历史学家的事情。说书了，咱们不能去妄自解读这些事情啊，也不严谨。不过呢，这一下
天下老百姓都爱看他这个，觉得说有道理。跟了他之后，推倒了昏君，百姓们都有饭吃。这个人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战阵越广。到最后，张大爷一瞧，时机成熟了，说了这么几句话：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苍天已死，什么意思？汉朝要死。黄天，我是黄天啊，他按照武德来推啊，这个汉啊，汉应该就属于是火，火能生土，土是他，那么土是黄色，所以脑袋上系块黄绸子，黄巾军嘛。绿军起义那起不了义了，先把家务事平一平啊。当然了，他这一下闹的虽说没成功，但是把汉朝的政权给晃动的直哆嗦，朝里吓坏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就这儿一挑头，天下都跟着支应，说明你政权太腐朽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十常侍也给出主意，皇上也问文武群臣，最后想了一个办法。怎么办法呢？权力下放。各位，听书听的是书以外的东西。我给您讲了三国谁把谁打了，这他抽他一嘴巴，俩人吃饭去，讲故事没有意义。为什么这个书累就在这儿了？这个书你得给人掰扯清楚了，家国大事，每个人物的心理，当时天下的状态，把这个掰扯清楚了，才能说明白三国。那么它根本原因错就错在这儿了，权力下放。好处是什么呢？天下乱了啊，各位啊，哎，山东的、山西的啊，各位啊，现在你们自个儿想干嘛干嘛了，军权也给你们了啊，什么各种权利都是你们的，你们自己在地方上，只要你们叫人来帮我打黄巾军，你们想干嘛就干嘛。你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，地方官不是啊，权力是老虎，下放完了之后收不回来啊。为什么后来整个的大汉天下群雄四起啊？人人有权利啊，他哪怕管3个县，他也挑梁出来，我要如何如何了。而且有那上边说法啊，对不对？朝廷让我在这儿怎样怎样，我可以招兵啊，我有权利，这都是我的，他没个不乱。所以说，大汉的根基就从这儿开始，就一发不可收拾的倒下去了。当然。黄巾起义没有成功啊，他说了苍天已死，苍天当时也没死，苍天又活了36年啊。这个历史有的时候很可爱啊，由这儿起引出来波澜壮阔一幅画卷。地方官也需要人，需要人怎么办？要招兵。那么天下各处都刷出来招兵的榜文，得贴呀，对吧？就跟龙字科选秀似的。哎，怎么又串着德云社去了？这得招人呢，这儿也贴，那儿也贴。哎，这一张贴在了涿州的城门以外，贴到涿郡这儿了啊！一大帮人站这儿看啊。官府说的，为了打这个黄巾军，不管你多大岁数，不管你相貌如何啊，都可以来为国效力，怎样怎样。这一帮人都在这看，就在这儿脚底下站着一个人，不到30岁，看到最后，唉，长叹了一声，没说话，唉。就在他身后头，有人大声的喊了一声：“看！”是不是吓你们一跳？后边这主也吓前面那人一跳。一回头，后边站一大个，黑黢黢一张脸，啊，那胡子呀，绞下一根来能当门弓子用。
凝眉瞪眼。大丈夫不思军前效力，唉声叹气有什么用吗？那这俩人谁呀？开始叹气这个刘备刘玄德，后边喊一嗓子大个张飞张翼德，这才出场。但是这会儿俩人谁也不认识谁。要是电影手法，就得这个一回头，唰唰唰唰唰唰，这一定是这哈，那个也回头，这也回头啊，俩人互相看，哎，画面一升格，可好看了。刘备要是用现在来说，一个落魄的贵族子弟，啊，汉景帝玄孙，中山靖王之后。皇上的本家为什么后来老说刘皇叔刘皇叔？那没错，那是没错，皇上本家。但是到他现在，他们家已经不灵了。啊，这个中山靖王啊，有一个儿子，这儿子叫刘桢，贞洁烈女的贞，叫刘桢。那会儿呢，也有爵位，还是个侯爷啊，犯了个错误。每年呢，就像这种散在外地的皇家的后裔啊，都得交一份钱，这钱是祭祀皇帝啊，朝里边什么祭祀亡灵啊，祭祀皇陵啊，就干这个使的吧。就是你们散在外头了，每年家里边上坟什么的，你们都得花钱，类似这个意思。咱们简单的说，这个钱他没交。由于这个朝里不爱看他了，就把他这爵位给免了。你这一下你就普通老百姓了。所以从那儿开始，这一支儿越来越落魄。你到刘备这儿就已经完了，手工业者了。啊，他父亲死得早，他跟他妈一块长大的。原文上说刘备知席饭具，有人说我听别人说知席饭履，那也对。知席知席子，他母亲有这手艺。就咱们家那炕席，人字儿的、万字儿的那个老太太有这手艺，织席子。您想他干这个，他就肯定挣不了什么钱。他呢，饭具，饭，小饭的饭，具，尸体的尸里边一个双立人，右边一个姓楼的楼，这字念具，是用麻和野草搓的绳子编的鞋。这叫具，那个年头是卖给穷人穿的，所以说刘玄德知席饭具，饭具有的时候绕嘴，人也不容易说，所以到后来一般都说知席饭履之辈，履也是鞋，意思都对，但是不如这个具用的准确啊。你看后来三国里边无论谁一骂刘备不都是吗？大耳贼，知席饭履之辈，人骂街都往根上骂。啊，你管你什么皇叔啊，蜀国什么老板啊，趁多少钱了？你这卖草鞋的。所以说，今天刘玄德走到这儿，看见这榜文了，很感慨。为什么呢？他跟老百姓不一样，他是皇上本家啊，往上倒这江山有他一份儿。虽然说他现在落魄了，但是这种感慨，就这个状态，结合现在自己。百感交集，所以，叹了口气。后边这张飞呢，张飞比他生活就强，啊，原文上说张飞在此地家里有酒店，而且也卖酒，也杀猪，挺有钱的啊。那后来咱们老说张三爷推车卖肉嘛，其实人家可不是卖肉啊，他家里边有点产业，最起码现在来说小康是没有问题的啊。这一回头，四目相对啊，俩人抱拳拱手，互相的介绍一下。这个得跟人说，我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啊，汉室后裔，现如今如何如何。哦，张飞也挺客气，张飞比他小年轻啊，姓张名飞，乃是此地人士啊，在这儿如何如何。哥俩聊聊天，越说越投脾气啊。有人说怎么越说越投脾气？嗨呀！很正常，这就跟男女搞对象似的，啊，他跟这个俩人来往半年了也瞧不上，
啊，大街上一回头，哎呦嚯，这好看，我爱他。这个人跟人之间好多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刘备、张飞啊，越聊越投脾气。张飞说：“咱喝酒去。”旁边不远，你想啊，城门边上，大买卖、小买卖、大酒馆、小酒店呢，咱喝酒，我请您喝酒去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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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。来到这儿了，这一进门都认识啊，张飞吗？快请进来。哎，炒菜啊，萝卜皮啊，麻豆腐啊，炸灌肠啊，疙瘩汤、炸酱面，这是个老北京炸酱面馆。吃什么不重要啊，您记住了，在三国里边，从来无论您听谁说书或者看原文，三国的书从来没有在吃饭上耽误时间。您记住了啊，我们这行有句话哈，就是没完没了吃饭的济公传啊，就是这话啊，撑不死的济公传，饿不死的三国水浒。你看这玩意儿，你要听济公传，济公传就是吃饭，一天到晚的啊，一天到晚这喝酒，这吃海参，这那的啊，老得吃，他吃就是玩，吃是他的正事。三国里边没有在吃上耽误功夫的啊。俩人坐在这儿吃饭，聊什么？聊天下大事，啊，这一说，哎呀，就把张飞感动坏了，太棒了！我是个粗人，没有什么念过书，人家跟我一说，人家这个，哎呀，高兴，我再敬您一杯。叫这会儿的功夫，这个酒店门外来了一辆车，不是汽车呀，手推车，啊。车上装的是几麻包粮食，这车往门口一放，推车人进来了，他往里边一走，刘玄德一回头，啊！为什么要啊一声？来者他是个英雄啊！怎么呢？按现在说，这身高得1.85米左右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五柳长髯，胸前飘摆。我一说，您各位就知道了，啊，关二爷来了。他得来，他不来不合适了。他再不来，这俩人都吃完饭了。啊，往里边一走，就这一站，刘玄德就站起来了。哎呦，就这个人个状态就不一样。往前走，抱拳拱手，这位壮士，啊，哦，是。人家跟你客气，你不能跟人不客气是吧？这赶紧一还礼，互相一通报。人说了，姓关名羽，字寿长，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。哦，好，这个我看您一股英雄气概，想请您屈尊，咱们共饮一斗。啊，就一块喝杯酒吧。那来吧，啊，坐在这儿，推杯换盏一聊天儿。这一问才知道，关羽在袁俊家乡惹了祸了，有人命在身，也是因为打抱不平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出了人命了，你也得跑啊，所以抛家舍业来在此处，贩卖粮食，啊，车上装的是粮食。后来咱民间传说老说关二爷卖豆腐，啊，这么说可能热闹啊。你想大红脸卖豆腐，它颜色好看。啊，仨人这聊天，咱们简短截说，越说越开心，越说越投脾气。张飞说：“这样吧，二位哥哥，上我那儿去吧。啊，寒舍咱们好好的喝会子，这儿不方便。”两位也没客气，走，跟您走。转过弯去没多远就到了。嘿呦，张飞家里边有一花园，花园里边全是桃花。为什么说桃园结义呢？就是在这儿。哎呀，正是桃花盛开，坐在这儿，摆上酒，哥仨一聊，一说天下大事，脾气都凑到一块儿了，思维都一样，互相越聊越开心。到最后说，咱们这样吧，咱们虽然说不是亲哥们儿，不如我们一结金兰。要成为金兰之好，就是干哥们儿。干嘛叫金兰之好呢？比如赤金，永不变色；
比如兰花永不变味儿，这叫金兰之好。准备吧，这就来人了，准备乌牛白马。是天下说书的都爱说乌牛白马祭地天嘛，但是我得跟您说清楚了，乌牛是黑色的牛，白马是白色的马，白色的马是祭天用的，黑色的牛是祭地用的。咱得把话给人说清楚了。哥仨往这儿一跪啊，正当中供着关二爷。当年是没有啊，这是道具部门的错误啊，那年头还没有呢。哥仨跪在这儿啊，苍天在上，厚土在下，我弟兄三人愿结为异姓兄弟。这个从今以后，匡扶汉室，倘口不应心，神天共戮。戮是诛杀的意思。我们仨今儿起自己就哥们儿了，我们要匡扶汉室啊，干好事，我们要如何帮天下百姓，而且我们仨亲哥们儿一样啊，这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如果以后谁口不应心，老天爷您给你一个报应，是这意思啊。嚯，哥仨这儿一磕头，旁边家丁管家都感动坏了啊，这一拜。没有这个唱，没有这唱啊！哥仨站起来，把这手攥在一块儿，互相瞧着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哎呀，桃园三结义呀！这句话今天说出来，到耳边您听着都是当当的烂响啊！当时这哥仨不知道，今天他们这儿一磕头，就这份交情，感天地，泣鬼神。才留下话来了，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炉香。